刘志玲，你的特助。现在星辰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才，刘志玲是常青藤院校毕业海归，懂得管理的知识，经验丰富，又对东洋集团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认为她做星辰的职业经理人再合适不过。快5点了。我知道星辰在京西借到了打印机，我们暂且不说打印出来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合格。据我所知，京西好像天气不是很好，京西到新港的航班延误，现在产品是不是还没有送到星辰公司啊？你现在签，主动签，总比到时候爷爷逼着你签，你要从容一些。你不会输不起吧？还没到5点呢，姐，是不是太着急了？韩总，苑总，我来汇报工作。星辰的椎间融合器刚刚通过东医内部质检，这是报告。样品明天就可以拿去检测所检测了。现在只能依靠我们的打印机了。我们打印机这样，离3指望不上。刮刀修好了，打印机重新开始打印了。真的？那这次不会打到一半又停了吧？肯定没问题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昨晚我请教了苏总，按照他教我的步骤修理了刮刀，没想到真的搞定了。太好了，苏总远程指导，太棒了。可即使现在修好了，等打印完，也来不及送东医内测了。不错，姐，你觉得呢？季总运气这么好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你找到解决方案了。也不是单纯的运气好，我们的确做了2手准备，并且利用这次紧急情况的处理，升级了软件里的数据读取，还有运算时间，提升了整体的打印速度，不然也来不及送检。看来混乱的公司管理对你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吧？袁总，公司的制度我会尽快完善。通过这次的事情，团队也磨合得越来越好了。等拿到质检合格报告，我们立马进行临床试验。临床合作机构我们也已经开始在梳理名单了。你怎么这么有信心，类似的情况下次不会发生呢？毕竟运气可以保你一时。唐松，老板，把批款申报表拿来。好的。上次第2笔款我只预付了你一半，还差400万。韩婷，现在董事们对你有质疑那是小事，我建议你签字之前想想你自己立的军令状。让财务今天下班前必须把款批了。好的。韩总，您放心，您投资了星辰，我一定会努力，不让你失望。姐，集团应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我就不送了。我就在餐厅附近，要不要一起喝个下午茶？季星，这么巧，好巧啊！曾总，我一猜你就在这儿，下了飞机我就过来了。跟季总聊事儿。是。
星辰刚起步就能参加规格这么高的论坛，怪不得人家说，找到一个好的投资者，就好比上了快车道。星辰本身就有实力，收到邀请迟早的事，我只不过让时间变短了一些。这次展销会，广华的展位在东一旁边，离星辰好像也不远，你有空就过来看看吧。毕竟也是广华的老员工，之前为公司也贡献了很多。当初突然辞职，我和陈总监都觉得很遗憾呢。谢谢曾总邀请。说来也惭愧，当时离开广华闹得也不是很愉快，大家还把开除朱磊的事儿都怪在我头上。当时我还想不通，但是我现在也理解了，出了事儿总是要有人背锅嘛。这么说来，我还真的欠你一句道歉了。当时只是觉得开除了朱磊能替你出气，没想到反而让你现在误会越来越深了。这家餐厅一点都没变。你第一次从德国回来参加深圳峰会的时候，还是我向你推荐这家餐厅的。那会儿广华还是初创阶段，多亏了有你介绍了很多人脉资源，才能使广华迈出第一步，才能和那么多好的企业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。就像季星联络北迪一样，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我还有工作要忙，我就先走了。再忙也不差这一会儿，再忙也要好好吃饭。工作要紧，去忙吧。先生，您的意面好了。没想到你还是喜欢吃这家的意面，和我们当初一样。服务员，你好，先生。这份打包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季星现在是星辰的老板，不是广华的员工，以前的旧账不要再翻了。我不过是想跟他好好叙叙旧而已，谁知道他抓着过去的事不放。他为什么这样？你心里没数？先生，您打包的意面好了。谢谢，给这位小姐来一份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刚来，吃完再走。还挺有活力。一口饭不吃，跑这么远。气饱了，浑身都是劲儿。那这意面还吃吗？曾迪好歹是个公司的老板，你跟他吵什么？老板怎么了？我当初为什么离开广华，他心里没数，还好意思拿出来说。你就算嘴上占了便宜，又能怎么样？这圈子就这么大，得罪了人，别人背后阴你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说的好像我忍了他就不阴我似的。至少不会激化矛盾。与人交手就跟下棋一样，你至少得想5、6步之后的招数。你觉得上次原材料的事是偶然事件吗？曾迪，你看你的情绪，起伏的跟过山车一样。扑克牌不是玩的挺好的吗？怎么下了牌桌就不懂得控制情绪了？你看我都离开广华了，他还搞我。合着我前面跟你讲的都白说了。快吃吧，别凉了。哪儿去？工作